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军太平洋的这个空军哦，他在前天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在2026勇敢之盾的一个演习里头呢，B2轰炸机成功发射被称为台海战争获胜关键的远程反舰飞弹哦，叫做 LRASM 哦，这件事情呢哦。他们过去呢说哦，这个是非常台海战争的制胜关键，已经成功的集成了这个靶船朱诺号，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它展现了对抗敌军时提供决定性的优势，已经有优势了哦。从远程的地方反舰飞弹哦，击中这个标靶。击中这个靶船哦，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所谓的制胜关键呢？那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CSIS 曾经有讲过一个兵推的结果，说台湾如果有事，万一一片火海在我们的台海之间，那个时候呢，远程轰炸机发射的反舰飞弹就是制胜关键。如果这个反舰飞弹用饱和攻势啊，把阿共的这些船舰通通给炸成，我们就有赢的可能性。那当然，这是一场兵推得来的结果。不过，我们看到台海现在的各种不平静哦，每天都在发生。国防部会公布，不过有时候渔船啊，各个方面也都会看到，包括你看到渔船澎湖的渔民，他在花语西海这个海峡中线就直击了中国军舰，所以他们拍下来了嘛。那对岸也有一些宣传战，这是来自于福建海警局的说法，他说。这个台湾，因为我们也会讲说我们驱离嘛，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说我们的海军署驱离了谁谁谁哦，大概都是对岸的这些船舰。那福建的海警船就反击，他说这2艘就是他反过来拍我们的海警船，我们的这个海巡署的船舰，你看到的哦，他说是利用错位摆拍哦，显示啊，我们台湾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些海巡署的舰艇把他们给驱离。总之就是两边都在喊话，有时候我们听到广播，有时候我们这边的叙事观点跟那边的叙事观点，所以他们就讲说啊，台船这个台湾的海警、台湾的海巡是在摆拍哦，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交叉比对一下。另外，中共建党105周年，这是大件事哦，对于中共来说，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已经讲了，在针对台湾这一块，他说解决台湾问题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那另外，我们再来武力的方面哦，看到中国大陆其实他们也透过钱、超能力到全世界去挖角谁？这些战斗员飞行战斗员，他们给他们很多钱，招募多名来自英国、欧洲啊、美国啊、北约的国家这些退役的战斗机飞行员，把他们请来，然后协助训练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进行高阶空战以及作战的战术，其中据说还有 F-35的相关计划的参与人员。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中国防空在欧洲腹地实现体系化部署，说是可以破解北约绝对垄断。这个是塞尔维亚啦，大家还记得吗？吴契奇不是跑去视察这个空军基地吗？他有说，对，他确认了他会去买中国的 HQ-9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他们显现他在这个地方做中国大陆高端的防务的武器，在这边做体系化的部署。那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或是北约的国家，他们当然会忌惮。除了这个我刚刚讲的 HQ-9 导弹之外塞国的媒体、塞尔维亚的媒体还说还会再接受一些其他的东西。什么其他的东西呢？外界说可能是其他新型的飞机，而韩国现在当然看起来在第一岛链这里啊，美国给他的任务跟责任越来越多，像是刚刚落幕的环太平洋的军演啊，我们知道韩国被推上第一线，因为他的这个军演的总指挥是韩国的这个军官嘛，他一个少将大家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就分析说美国可能要让深度绑定美韩关系，以及让盟友承担更多防卫的责任的目的有关，让他多负点责任深度绑定他。而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这个外媒也很注意，这是美军的战斗传送间谍机其实它就是 RC-135U 啦，它是一个电子侦察机
据说啊，它在全球只有2架，很神秘的。前2天哦，在南韩滞留30个小时哦，所以外界就说，哎，这个很诡异哦，为什么会在两韩的，就是南韩、北韩的军事分界线一带，东海、西海这边哦飞行哦，而且在数小时之内返回它的基地冲绳哦，所以感觉很诡异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当然也是高度的绑定哦，现在他们在9州做实弹演习，日韩的防长在谈扩大合作，包括提风飞弹也都搬过来了，而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哦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断的在这个区域做一些演习哦，说有15艘的军舰多入，并且环绕日本列岛，配合空中兵力形成海空包围的态势。所以区域的紧张有升高吗？来请教彬哥。这个 LISM 这个长程反舰导弹，那当然这一次命中了靶船，那看起来是威力效果不错，因为它本身又有逆中构型，目的就是为了长途突袭。那甚至呢，它本身在末段的时候，它是不需要 GPS 导引，它自己有巡标头，自己可以导引，所以它的威力确然是不同小觑。可是毕竟这一次朱诺号它是固定的靶船，它不是移动，所以对移动的目标，它在500公里外发射之后，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寻找到目标，并且击中对方？目前还很难说，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去测试才知道。但是你要经过500公里这么远，然后敌方都没有任何警觉跟拦截，让你可以直接攻击到敌方的重要军舰。我想这个恐怕也只有经过实战才会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耐。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对解放军来讲显然是一个警惕。那至于说现在台海这边的对峙状态，因为我早就说了，接下来大陆这边一定会在我们周边不断的这样的巡航，不管是他的海警船也好，不管是他的军舰也好，会不断的来。那当然我们的海巡海委会都一直说是我们都会进行驱离。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驱离呢？其实我一直在讲，你不要说摆拍不摆拍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在不动用武器的情况下，请问一下，一个800吨的船要怎么去驱离3000吨的船？广播，对啊，你广播人家会害怕，所以用魔音穿脑，直接声波武器直接把对方赶走了。那对方也有广播啊。还是用说理把它折服。最近我们公布了好多，哇，我们教训他，你应该回去那个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什么什么，对，有一些录音档。对，那讲这有用吗？所以解放军就感到很羞愧，就回去实行民主了，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吧？所以我觉得光靠嘴炮应该不会有什么作用，重点还是实质，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那大陆早就一直不断的积极在吸收最新的技术，所以他们去吸收欧美这一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他们已经进行了10几20年以上，不断的在进行这样，在提升他们的战术。因为中国大陆毕竟不像美军有那么多实战经验，所以他必须要去吸收国外的这一些飞行员。所以现在欧美这些国家其实也都对这些飞行员进行管制，因为他们也很怕技术会外流。那当然，这个塞尔维亚他已经预定要购买红旗9，那未来他当然应该也会买更多的东西。那武契奇现在虽然说要辞职。可是，一般认为他是以退为进，实际上他可能转任总理的职务，那可能他还是可以继续掌握塞尔维亚的实权，所以未来这个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那导致环太军演这次首次由一个韩国人的将领来出任指挥官，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过去55年来，不是只有美军当指挥官，其实澳洲、加拿大、智利都当过，以智利海军规模，他也可以来当指挥官。可是这代表什么？过去55年来没有亚洲的指挥官，表示环太军演一直认为指挥体系的重心是在西方这边，你亚洲的这些军队应该只是配合作战。但是现在你找个韩国的人来当指挥官，那显然的意义就是未来你韩国、日本未来在这个环太军演里头的角色要吃重，而且在亚洲这边的防线是要由你韩国跟日本想办法来固守。所以这个就是美军在战略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那问题是，美国一直说要帮台湾协防，一直说是我们的盟友，可是从来不找台湾参加环太军演。那不参加军演，请问一下，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操练呢？那至于说这个 RC135U， 它在韩国这边，因为它是一个专门侦测雷达，它专门去收集对方的这个预警雷达、船舰的雷达、各种各样雷达讯号。
他收集的目的是什么？回去给美军的战机去做，比如说怎么样去干扰它的雷达讯号，避开它的雷达讯号，针对它的雷达来做一些战术上的修正。所以他会在这边显然是在针对北韩，甚至在针对黄海、中国大陆这边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对亚洲这边的战略态势是越来越明显。那我想解放军大概也会有很多相应之道出现。是将军怎么理解？美国这个在这次环太军演发射这枚导弹哈，其实正式名称叫 AGM-158C 哈，是空射型的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它的有效射程可以到900多公里这么远，930公里这么远。那这个装药部来讲，这战斗部的重量大概1000磅哈，1000磅大概将近500公斤了。你如果说是自己去打朱诺级哈，说500公斤可以将这个驱逐舰不是这个朱诺级是一艘轻巡洋舰哈，大概有将近7000吨左右那么大一艘。你说一枚这个500公斤的炸药能够将一条船一条军舰炸沉，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可能是不太容易了哈，这个是不是他们中间有补枪还干什么？如果说光一枚导弹就能够炸成，但从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更凸显出来美军的无奈。怎么讲？你看这种导弹 AGM-158哈，它可以用什么飞机发射？它可以用 F-18来发射，就是航母上面起飞的 F-18就可以挂这枚导弹来发射。那为什么要用 B1 来发射？这次演习为什么要用 B1？因为美军很清楚的知道。它的这种 F-18战机可能没办法躲开中共的空中攻击，躲开解放军的空中攻击，它必须要从美国本土，或者是甚至于从这个夏威夷起飞一架 B1 的轰炸机，隐身式的轰炸机，才有可能躲过解放军海上雷达。因为现在如果说解放军在海上，我们看到不管山东辽宁号或甚至于福建号。他们的预警机叫做空警600哈，如果空警600它侦收的距离可以到达500多公里这么远，那你这个导弹如果说你飞机没办法飞进到500公里，但早就被发现来讲的话，你很难发射这枚导弹，所以它必须要用 B1。那用 B1 来发射也凸显出这次美军来讲跟解放军之间来讲，事实上。我认为说美军是一种很无奈他必须要用到 B1 隐身式战斗机，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这个突破解放军的这种空中的预警哈。再我们讲，台湾这次如果说是在澎湖地区已经有解放军的军舰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在历史上面大家去看。从荷兰入侵台湾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施琅收复台湾，他们每次到台湾来，第一个打下来的就是澎湖。所以说攻台必须先攻澎。然后我们自己台湾去年把台湾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日本搞了11个上将在那边做兵推这个反响定就是解放军就是先夺取澎湖。那如果说解放军军舰都已经到澎湖来，而我们没有很有效的能够驱离，只能用嘴巴在那边讲。我觉得这东西于事无补了，这只是流于大内宣比如说，你看我们好棒棒，我们可以把这个用喊话的方式将这个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海警船驱离。那试问一下这个如果说你只是嘴巴上面讲，如果真的他不走的话，你又能怎么办？战机在天上围台这个绕飞的时候。可能因为油料的限制，或者是这个滞空时间的限制，它必须要回去。可是军舰它可以给你搞1-2个礼拜。如果说它真的给你海警船也可以给你搞1-2个礼拜，它真的在那边给你搞1-2个礼拜，我们台湾有没有什么因应的作为？那绝对不能只流于嘴巴上面的这个自己嘴巴上面讲，你讲没有用嘛。再我们看，这是这个环太军演事实上整个指挥体制是这样，是由美军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里面的副司令来担任总指挥，联合部队的指挥官。然后这个韩国是担任海上部队，因为它是属于联合部队，有海空军联合。那空中来讲的话，是由加拿大来担任这个作战指挥官。海军来讲的话，是由这个韩国来担任指挥官，联合部队还是由美军自己来掌控。但是你知道，联合部队的副指挥官是由谁来担任吗？日本来担任。所以很明显的，这次环太军演，美军不只是把韩国要绑上战车，把日本也要绑上战车。但是我想说，日本应该这个高市早苗应该很乐意担任这个职务可是李在明就不见得愿意在这方面跟中国对抗。所以我们看到李在明很多方面，他表示说，他这个在政策上面。
他不见得愿意跟这个大陆来讲采取军事上对抗的一种行为。那美国硬把他绑上这场战车，是这样子的态势没有错。来请教这个大中老师。对，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还有包括日本，还有包括美国的盟友在目前在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训的同时，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有很多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联合的海上的一个演训。那从2019年到现在，也有好多次的所谓的联合战略巡航。那联合战略巡航第一次应该是在2019年，那到这一次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到第11次。那每一次除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出动所谓的轰炸机战略轰炸机之外呢，还有包括空中加油机，还有包括这个护航的这个战斗机、海上的这个巡逻机等等。那包括这个海上的演训也是，其实主要一方面是凸显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外，其实不言而喻对象当然是针对日本包括针对美国，还有后面的美日同盟所以这是有很高的一个这种联动性在后面。那还有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因为我们知道从6月底到现在有2个很重要的美军的演习一个是勇敢之盾一个是坚毅之龙。那这2个演习的时间其实有高度的重叠。那第一个是勇敢之盾的演训，它的历史比较久一些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体，那当然还包括日本，也包括像是加拿大、澳洲等多国的一个演训。那它演习的这个层级比较高是战区层级。那基本上演习的地区是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这西太平洋地区，也包括像是关岛日本包括像是马里亚纳的海域等等等等。那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演习。那第二个是我们这几天所关注的坚毅之龙26。那基本上这演训的主要的这个国家还是以美国跟日本为主。那主要的是针对所谓的离岛的防卫，还有离岛的夺取，还有2栖的这个作战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主要还是结合日本这几年一直在强调的西南诸岛防卫。那里面当然包括像是冲绳包括像是石垣岛啦等等。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最近几年很强调的叫做远征前进基地的作战英文的简称是EABO。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想？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美国感受到中国大陆军力全面上升的一个挑战跟威胁包括像是东风26东风21D， 意思是说传统美军的作战是比较依赖美国这种大型的这种军事基地，驻日美军基地，不管是日本的本岛或是在琉球但是在中国大陆打击能力还有它能够勾的这守备的距离比过去长很多状况之下美国现在要做的地方就是说要能够分散部署，那机动部署，而且要能够把部队的兵力能够分散到很多的地方能够灵活的运用，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态势跟发展。不过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天气。北半球最近热浪席卷，尤其是欧洲，因为欧洲很多地方是没有冷气的所以有很多的民众真的是热翻了，甚至连性命都没有了。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苏格兰，过去非常冷一大部分的时间它是冷的那现在因为热浪席卷了这个地方，所以在它的一个会议的开幕式上，您看到4名英国的士兵这是一队这个是非常标志性他们的制服，全部毛茸茸的衣服，因为在这个会议的这个开幕式上面，天气太热了，所以有4名英国士兵在典礼活动期间晕倒在地上，他的同袍上去关心那一位网友就把这个影片拍下来，然后 po 在网上，很多人就在挞伐了，说天气这么热，你让他们在那边站4个小时，站这么多小时，那太阳直射又穿这么厚，那一定会昏倒的。不过我们看到天气的问题在欧洲现在变得一个很大的 issue， 因为现在这个热浪的往东边移动所以有将近1亿是9500多万人面临35度的高温，又在我刚刚说的一个状况下没有冷气，到底怎么活我们看到很多人跑去外头，像喷水池这边喝点饮料可是有一些人因为家里没有冷气，他们选择跑去哪里？跑去 IKEA 他们不是去买东西因为他这些是巴黎人。巴黎人
很辛苦啊，就像黑色星期五一样，通通涌进这个大卖场，尤其是 IKEA 这样的大卖场。他们不是去买打折品，他们是希望可以享受5分钟的清凉，因为这个地方有冷气哦。你真的很难想象，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家里可能家家户户都有，大部分的人家里都有，办公室也有，卖场有 7-Eleven。这个便利店都有，可是，在欧洲可不是这么的普遍呐我们看到，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很多地方是古迹，你要在家里装冷气不是这么方便，你必须去申请才能装。另外一个是环保人士尤其像是这些欧洲法国啦这个用空调可能还会被举报，你怎么可以随便开空调、开冷气呢？我们看到有一位从事这个 AI 领域的欧洲投资人最近就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说他被检举，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授权使用冷气所以呢，他这个标榜为拯救地球的个人攻击，而他们本人却天天在家里吹着合法的冷气，这是什么意思？可能观众朋友不是很理解，因为在欧洲有一些所谓进步价值的一些举措或政策，认为说你开了这些冷气，你就会杀死北极熊你就会杀死地球，所以为了要救地球，大家不要用冷气就不要用空调，像这样子做一些方方面面的限制。可是我们看到是非常吊诡的现象，也就是双标。精英你可以享受冷气，可是有一些老百姓你就要忍耐一下为了北极熊，你千万不要吹冷气所以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就分析了，自诩是进步我刚刚讲的进步价值，可是呢，你压缩的是市井小民的利益精英阶级享受好处，不必付出代价，可是可能普罗大众就要受苦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大家知道现在它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制造业很厉害从小到衣服大到冷气机或者是洗碗机销售到全世界，还有汽车。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冷气机现在炒到这个超过9.7万这个是怎么说呢？大家看到这个在装设因为很多室内你不能装像这样子可以装设，你可能还要申请可是中国大陆不是有做一些那种冷气是移动型的，就是你不需要这个放什么悬挂式也不用动这些钉子你就移动，在家里就有这种移动式冷气。所以现在呢，这个移动式冷气在欧洲大卖，已经是一机难求了。它本来一台只要卖3万2，现在呢炒到将近10万台币都买不到我有一个朋友还说，可能大家会从网络上面看哪里有一台，大家开很久的车去买回来重点在于因为你没有办法装冷气，你的建筑物你的各个方方面面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跟欧洲因为他们在商务部上有一些合约有一个磋商机制，将交换数据提高透明度，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跟欧盟贸易事务专员，我们看到有一个中欧贸易投资的一个所谓的峰会机制会议，两个人还握了手。而另外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显然是要拉拢或者是增加跟北欧这些国家的关系，所以他将出访丹麦、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一些国家那另外一方面此消彼长嘛，我们看到欧洲这些国家跟美国现在是不是渐行渐远？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呢，最近北约的舰队开进美国的外海画面在这里，这是北约第1常备海上集群它日前驶入了北卡的外海跟美国的海军展开海上的登检任务，包括反舰作战、反潜作战以及2栖登陆等等一系列联合的演习，强化美国本土的防卫能力。有人就问了美国不是跟北约很不好吗？可是这个演习还是照常的进行。那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现在还在持续质疑北约的价值，检讨驻欧美军的规模，并且批评欧洲盟友有搭便车都占美国人的便宜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合作，有一些对抗，有一些指责，可是台面下还是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合作。那另外我们看到曾经在川普第1任担任北约情报主管的卡特勒这位先生，他就说这项演习向外界传达了强烈讯息，就是欧洲盟国有能力也愿意来共同防卫大西洋两岸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合作。来，彬哥，我觉得
人有的时候要因时制宜啊，就是已经热成这个样子，你还叫他们穿成这个德性，然后就举办典礼，这根本有点我觉得很不人道。讲实在话，这个都昏倒了。对，这个昏倒是很正常的事啊。这么热谁受得了？还穿成那个样子？不信你看那些狗狗啊什么，你就要在这种天气去跑一下看看，它也受不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会有可能闹出人命来。我觉得他们真的不要开玩笑。那现在欧洲热浪，现在估计有9500多万人可能要承受35度高温。大家知不知道今天高雄几度？几度？35度。哦，就是刚好是欧洲的温度。屏东36度。哦，所以我们台湾平常就这么热。对，台北今天34度，其他大部分都33度左右。所以对欧洲人来讲，因为他们过去没有这么高温，所以他们当然觉得很难忍受。可是我们台湾其实是一直在忍受这种东西，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大部分的人家都有冷气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冷气真的受不了，活不下去。对啊，但是对欧洲来说，因为他们法令规定非常严格，他们很多就是你申请也不见得会准你，对，要评估，因为他看这个建筑，它可能有历史意义或者什么状况，然后他也严格规定碳排，所以你要装也不见得可以装，所以这就是困扰。那这时候最怕就是这种检举魔人，你自己吹冷气就算了，还去检举别人，这真的是好可怜。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这热是会热衰竭的，这不是开玩笑的。我觉得这些人有的时候也太过头了。那当然，最近联合国这个事情，就不是联合国啊，就是欧盟这个大楼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官员也真是够了。就是你哪有说1到7楼先不要空冷气，然后高官可以，高官去吹，你们这些平常不是都最重视人权吗？不是最讲究社会福利制度吗？那应该是先关闭你们高楼层的啊，让底下的基层员工享受冷气啊，不是应该这样做吗？结果你们刚好相反，所以显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那最近在伦敦政经学院，他们本来也要开个会研究怎么样对付这个气候变迁啊，造成这样热岛效应的影响啊。结果呢，聚集了一堆联合国官员专家之后，就宣布散会，因为伦敦政经学院因为里头也没有冷气，对，所以大家受不了。因为它也是建筑，这个历史建筑。是啊，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嘛。我觉得欧洲人还是要去面对，因为未来这种情况是会越来越多的。你们真的确定你们准备就是这样没有冷气这样下去吗？那你看现在大家在抢这个移动式冷气，因为你们法令规定嘛。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了，移动式冷气的效果绝对没有我们固定式冷气好。可是有总比没有好。但是对啊，就是比较好嘛，它比电风扇好一点嘛。对啊，就是至少要吹出来是冷风嘛。那可是这样子，你把它搞到，结果呢，你的碳排有达成吗？没有啊，因为大家都去买移动式冷气啊。那结果是他们又享受不到真正冷气的效果，然后又花了更多的钱，结果你的碳排量还是增加了。那何必呢？毫无意义嘛，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的法令真的要去改变。不过我听说英国现在已经开始要研究，要修改法令了。那至于说中国跟欧洲之间，他们要建立贸易磋商制度，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欧洲以前动辄就是跟着美国要制裁中国大陆，他们就跟着制裁。那他们最近又打算要对中国大陆进行新一波制裁，因为认为中国大陆倾销，然后这个造成不公平贸易。那可是欧洲这些国家意见是很分歧的，因为有的国家觉得中国大陆是我大市场，你这样搞下去我怎么办？那有的就觉得不行，我们就是要跟他拼。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要有一个协商机制出来，双方要了解对方的困难所在，这样这个生意才能够长久做下去。不然彼此报复的结果，其实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那导致北约现在看起来欧洲这些国家，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无怨无悔。第一个，现在美国看起来不是很欢迎你那样子，你还跑到美国这边来做这些相关的演练。然后最近欧洲又说，我们准备要跟美国买300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所以我们欧洲才是对美国最好的。好像就一直在不断的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打动川普，那希望川普不要放弃欧洲。但是我必须说，以美国国力的衰弱的情况下，恐怕也不是川普要不要放弃的问题，而是未来美国可能越来越会希望欧洲能够出更多的力，你们要扛起更多的责任。那这是过去从2战以后，欧洲这些国家一直逃避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欧洲也应该要觉醒了，你们该自己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已经到，而不是再去依赖别人。所谓的搭便车，来，我觉得这个英国这个士兵
这搞不好就挂掉了。哦，因为我自己在军中看到过很多中暑，为什么会中暑？你知道，这个一般老百姓不会中暑，但是军人会中暑。不是说军人体能比较弱，而是因为军人你就像这个士兵一样，他必须全身包得紧紧的。你知道这种热，我曾经感受过。以前我们来讲的话，在外面只要一演习，夏天一样演习，这个身上一定是穿长袖的，不能穿短袖。然后右肩左鞋背个防毒面具，左肩右鞋再背一个制腰带，背上面还背着一个背包哈，这头上还戴一顶钢盔。那个钢盔你看看，这种热晒到那钢盔里面，等于是在烤炉一样。你知道脸上还戴什么吗？戴什么？口罩。脸上戴防毒面具。防毒面具。然后行军1个钟头。我想说，当过兵的应该都有这种痛苦的经历。所以那时候很多为什么说军队里面训练，大家不要笑国军哦，说每次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救护车在旁边啊，然后这个急救包、冰箱或什么，因为台湾气候就是这样。你说30几度，我刚刚讲那个样子，你不要说因为老百姓比较不会，老百姓他这种天气他不会穿个长袖，他大概就是穿个短袖哈，然后哪边凉快往哪边带。对。但是军人来讲，就像这个士兵，其实我蛮同情他的。我们都是军人，他就必须要在太阳底下去执勤。当然，你看他戴那个皮帽哈，其实就跟钢盔一样，那个热是散不了的。中暑会发生中暑现象，就是因为你的头一直在烤箱里面，然后晒到最后，你的中枢神经烧坏了嘛，你没有办法去调节你自己体温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英国是因为气候确实是变迁的，你是不是要继续这个，还是要坚持你的传统，一定要穿着厚重的衣服，然后在夏天里面执勤？那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改变一种做法？像我们台湾的军队，我们就很灵活，对不对？夏天的时候马上大家就是温度超过多少度以后就不出操了，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军哈，这个比英国来讲的话，那个脑袋要灵活很多哈。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冷气，大陆卖这个冷气真的是卖爆了哈，因为欧洲那种地形，其实我以前有一次去这个耶鲁大学去旅游过哈，就我问他们大学生。我去以后，我们这是南方小土豆，完全没有感受到北方那种气候。我一看，你们宿舍里面怎么没有冷气啊？他反问我一句，他说我们觉得暖气比较重要，因为那种高纬度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夏天的时间不是很长，反而冬天来讲，如果很冷的话，他很难熬过那个冬天。我们看欧洲很多进口的车子都是什么，这个座椅来讲，这个都是加热的，很少说是吹冷气。但是我们在台湾这种热带性气候，我们觉得要吹冷气才可以。那欧洲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形了。如果平常以前没有这样，那确实整个全球来讲，气候确实已经变迁了。如果你还守成不变的话，那后续来讲，我觉得这波来讲，一定会有人命闹出来。其实不只是欧洲如此了，印度前阵子我们也讨论过嘛。印度来讲，这波热浪，我想也是一定也是很严重的。然后他们也是没有冷气，就算是他有钱去抢到冷气以后，他也不见得有钱去买那个电器的费用。所以我讲一下美国哈，这个在美国它国家安全哈建立，你看美国为什么它在这个每次的世界大战都打不到美国？因为它就一边是面临着大西洋，一边面临的是太平洋，它就刚好位在中间，所以战火都不会波及到它的国家，所以2次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那美国也因为没有战火的波及，所以它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在产能方面，它变成全世界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的发动能力。所以它国家安全就借助了这两大洋哈。那明显的，如果说太平洋这边，所以他一定要把太平洋这边当做他第一道防线，就是第一岛链。所以他这次很明显，日本、韩国、台湾他要守到这边。那欧洲大西洋这边，他一定要这个北约那边一定要跟他他一定会跟北约合作，然后把这个战火挡在欧洲的本土，不要烧到他美国的自己本土上面。我觉得如果川普现在这种想法，其实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地缘战略不是很了解。是。来，大中老师。对，那个我们都知道，川普跟北约之间的这个摩擦在2.0其实还是很深的哈，因为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去年6月份这个北约的海牙峰会里面哈，各国好不容易做成一个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5%的这个标准的规定啊，5%又分2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预算，就真正跟战斗、作战、国防相关3.5，那1.5是属于基础建设、网络安全、社会韧性等等等等。可是，在32个北约会员国里面，有一个国家是坚持不让的，那个就是西班牙。因为当时对5%有异议的国家其实还不少，包括加拿大、意大利、这个比利时、卢森堡都有。但是最后大家都乖乖签字，愿意接受。和西班牙抬出理由地方是说，不需要5%，
2.1，目前西班牙的贡献足够，而且不应该是用数字去看，而应该是用能力去看。第一个，但是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意的是内政问题，他希望这个国防预算绝对不能排挤这种社会福利等等。那还有一个可能有人说西班牙稍微自私一点，因为俄乌战争距离西班牙以地缘上来看蛮远的。西班牙传统上比较考虑的是地中海的安全、恐怖主义、海上安全，这些是他所想要的。所以当多数的这个欧洲大国、东欧国家加了这个一些跟俄罗斯面对的威胁比较大的国家觉得比较紧张的时候，西班牙比较用这样的方法在做思考。所以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前不久之前才说，我们要进行全球美军的这个派遣的一个调整。那主要北约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检讨的对象，因为目前来讲，美军在全球的部署大概是22万人多，但是22万人不是全部都是作战单位，还包括很多的文职人员。但是这里面影响最大，未来应该就是欧洲，尤其是德国，因为德国5000人美军移转已经是确定的事实。是。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日本跟印度有一个高峰会这个是发生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一直到后天，总共是3天的时间会访问印度，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会举行所谓的高峰会。那方方面面的检视贸易啦、投资啊、科技、安全等等双方的合作。那这个高市早苗他当然全球布局，那会发表一件事情针对中国大陆对他的管制主要是稀土的禁止出口。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想要跟其他的国家做合作吗？包括这个检讨是这样中国大陆对日本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有3记重拳，在稀土方面，1月6号先宣布禁止所有的两用物项，就商均均跟商的这个两用物项这个出口通通都禁止。那第2招是2月24号，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把30造船等等有20家这些实体的企业列入管控名单到了最近的6月29号，把防卫研究所等20家机构也列入了管控名单。这一篇文章是这样讲了，他说日本受到这么大的挤压，为什么整个西方视而不见？他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声援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日本现在对美国这么的曲意承欢，尤其是高市早苗，这个都不用讲了，而且各种的投资都加大力度。可是美国有替他说什么公道话吗？好像也没有只有在前一阵的 G7 在稀土去中供应链里头，好像有一个倡议，可是讲的跟没讲是一样的日本其实自己是有一点单打独斗，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日本跟印度的合作在稀土或者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会加强包括 AI，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 AI， 就会有一个开发合作发表的联合声明。大家都知道印度的人才是很厉害的那尤其在科技方面，所以呢，高市早苗会邀请500名的印度人才到中国大陆到这个日本去做相关的合作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因为日本的高龄化非常的严重，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像是北海道媒体就观察到一个现象我们看到日本北海道的街头，连超市都有印度的标语，印度语的标语就是翻译的意思啦这是猪肉啦，这是鸡肉啦，这是什么肉那你看到这个也很有趣，变成北海道的马场靠着印度人去撑店员跟顾客很多都是印度人，他是印度人在收钱，消费者也是印度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另外呢，印度跟日本还会深度的采取一个措施，包括在日元跟卢比他们的货币的直接结算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而这个战争，因为美伊战争嘛我们看到呢美国跟巴基斯坦蛮亲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调停国嘛所以印度感觉不爽，有一点不高兴，是不是被抛弃了所以现在呢有一个战略，就是去美国化过去2个人川普跟莫迪抱得这么亲热，可能以后也很难看得到了可是一方面美印有一个印度谈判协议我们看到川普也讲啦，美国驻印度大使也说啦，只剩下一点点1%到2%就可以完成整个协议了。
来，先请教彬哥。这个高市他现在当然能够拉拢的人，他都会拉拢，也不只是印度，只是之前G7他去拉拢这些国家，人家不太理他而已。那为什么人家都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反应？特别美国也没有好像站出来去跟这个中国大陆抗议，因为理由很简单嘛，美国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你稀土的问题，美国有什么办法解决？七大工业国有什么办法解决？全部都没有。那即使现在高市去找了印度，印度的就是蕴含量是全球第3，可是问题是它开采量极低，它现在稀土的生产量在全球占比大概1%。那请问一下，印度自己有什么本事去帮日本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高市当然啦，多交一个朋友总是比较好。可是高市，我觉得他恐怕有点找错对象。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你去找印度，印度有没有办法帮助你解决燃眉之急？没办法。那反而你承诺要把一些日本的产业啊、供应链啊，要移到印度去啊，双方要做结合啊。高市不妨去看看，最近这20年来去印度投资的这些国家，到最后面临什么下场？到最后很多产业不是被日本人，不是被印度人直接掠夺走，就是自己发觉情况不对，赶快收兵，鸣金收兵，赶快离开，就是这样。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本身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那个东西这个会阻碍很多的商业发展，它绝对不是这么好解决的。那最近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本来叫印太司令部，它现在都变成太平洋司令部，对，表示他对印度其实也觉得算了，我还是先顾好我的太平洋就好。因为印太战略架构要成型，就是要印度参与。可是印度真的有心想参与吗？印度，我一直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就是你有好处给我，我当然来。可是你要我负担责任，要我出钱出力的时候，那印度就不见得会配合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现在对他伸出橄榄枝，然后想要跟他进一步合作，这些都 OK。但是他一定是加大要求日本进去投资，要求日本你要技术转移，要很多东西的合作。可是未来，当你把印度这些产业慢慢养大、做大之后，他还会对日本这么客气吗？恐怕就未必。但是日本现在真的是对印度蛮热衷的，因为我前一阵子才去过日本，日本街头真的很多印度人，真的不少。对啊，所以这个是日本的一个长期战略吗？这我就不知道。那他现在甚至要跟印度的这个卢比直接要日币跟卢比互换，也 OK 啊。就是日本觉得这样对他经济会有帮助，就去做。但是我觉得高市是不是想太多？你现在是日币喋喋不休的问题，你到底要怎么解决？已经跌破162了。对，请问你怎么办？你如果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你不用去讲什么10年后战略，你搞不好几个月内就要下台。所以我觉得高市有的时候这个目标很远大，可是你要怎么去解决眼前的困难，你好像做不到。那至于说印度跟美国的关系，跟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一直都跟美国比较好。不然的话，美国怎么会卖 F16给他？对啊，美国可没有卖 F16给印度了。所以我觉得印度也不会去眼红这些东西啦。那印度当然也知道，川普在跟川普谈生意没有什么好谈的。那可是你也不得不跟他谈，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是，所以我觉得印度未来恐怕还是那个摇摆不定的印度。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日本跟印度有高峰会，高市早苗到底打什么样的如意算盘？高市这次居然敢跟莫迪谈这个去美元化，日元换这个印度的卢比，我觉得你高市你就这么有把握，你搞得定这个莫迪这条咕溜咕溜的大泥鳅吗？这个连川普都不见得搞定得了他，你搞定得了他吗？我讲一个日元跟卢比，如果说是要换结汇的话，之前这个雪梨尼的例子摆在前面，之前哪一个国家跟他换呢？都是姓卢的，卢布换卢比。俄罗斯，他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是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俄罗斯由于原油被制裁，大家就不买它的油嘛，就俄罗斯又用打折的价格卖给谁？卖给印度。然后卖给印度的时候，他们就避开美元，然后用什么呢？俄罗斯卖给印度的时候，他收印度的卢比，我收你卢比。结果后来俄罗斯回过头要用卢比跟印度去买印度的产品的时候，
印度说他不收卢比，他要收美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莫迪这个真的是大泥鳅一条，咕噜咕噜。你现在这个高盛，你居然不记得？那个前不久连我都还记得这个结会的这个教训哈，那你高盛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居然敢跟这个印度来谈这个日元卢比结会，我觉得是有一点太过于天真的想法了，不是很务实。那印度来讲，这个国家哈，这做生意大家都很怕它哈，就跟韩冰刚刚讲的一样，有一句俗语叫什么？印度赚钱印度花，一毛别想带回家。你企业进入他印度之后，他会给你设很多多如牛毛的相关的法定规章，他给你查水表干什么？最后你赚的钱，你除非说在印度花掉，那所以很多的全球来讲，大的企业到印度去投资之后，他最后结果都是铩羽而归嘛哈。然后就算是他找不到相关的法令，他也会去议会开会，生出一条法令，硬要把你的这种财产没收。所以我觉得日本高市这次如果说要跟印度合作了，这种想法是太过于天真。当然，我觉得高市现在也被逼得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他稀土被断供了嘛。那稀土被断供，这种状况下，尤其是中国对他20家的企业实施制裁，这20家企业很明显都是军民两用的企业。那你不只是光制裁你军工产业哈，甚至于你因为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你因为生产军用武器，那我就把你制裁。制裁之后，变成你民用的这种商品也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商用的，包括它的电动汽车，如果没有稀土，一样做不出来；没有稀土，马达一样做不出来。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它是迫不得已，那想要从印度这边找到一条活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大钟老师。最后，最近这个日本跟这个印度的这个高层对话里面有签订经济的这个联合的宣言跟协定了，里面各式各样的合作哈，包括半导体啦、清净能源等等。但是，一般大家最在意可能是稀土供应链的合作哈，因为的确印度是全世界哈稀土蕴藏排名第3名哈，大概有700多万吨的这个蕴藏，但是它在稀土的制造生产，大概只占全球的1%。所以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这可能是高市早苗希望能够达成合作的原因哈，就是希望由日本提供技术的资源跟合作，然后日本跟印度共同的探勘哈，日本再提供一些资金能够去挹注，但是这个绝对不是1天2天可以做到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稀土啊，从这个开采、萃取、分离到精炼，到最后生产制造，其他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过程。那目前中国大陆是占据很大优势。那高市早苗这么急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跟这个这一波哈，这个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所做出的很多的一些制裁或是出口管制相关有的跟直接是稀土相关，那有的可能是针对一些重要物资的出口尤其是6月29号应该是中国大陆应该是严格来讲第3波但比较重要是2月24号第一次，6月29号是第2次主要是针对军民两用物资出口到日本，你绝对不能被使用于增长日本的军力。那这一次其实总共有40家上榜。